我爸的果园被收购商压了10年价，原本1斤能卖16块8的金苹果，却被收购商以2毛8的价格收去了。建民，老规矩，今天签，今天装车，再等3天，果子软了，连2毛8都没人要。爸，你咋回来了？周爷刚从城里回来了。这是糖度，这是果径，这是你们的收购标准。78毫米，糖度14.6。你刚才把它扔进刺果筐。糖度高不代表能卖精品，果面有锈，客户不认。客户不认，还是你不认？周爷，别乱插话。建民，签吧，果子不等人。这果不能这么卖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城里16块8一斤的精品苹果，竟是收购商在村里用2毛8收来的。明天亮德还来装车，今天的事儿别再闹。同样的果，在你这儿叫瑕疵，到城里叫原生态。城里卖多少钱，跟咱没关系，咱只管今天有没有人收。你拍他有啥用？拍完他也不能自己长腿进城。爸，他不是嫌你的果差，他是换个名字把它卖贵了。说，周也开始查城里价格了。查价格没用，果子卖不出去，价格就是纸上写的。村里的苹果卖给收购商1斤2毛8，我说我能让苹果卖到16块8一斤，村民却以为我在多管闲事。城里混不下去了，回来教苹果认字。果径78毫米，糖度14.6。同样一个果，在梁老板手里叫次果，到城里叫精品。周爷，表谁都会贴，市场认不认不是你说了算。市场当然不是我说了算，可你现在不是市场，你是改名的人。没有我的冷库，没有我的车，没有我的档头，你这张表1斤苹果也卖不出去。所以你赚的不是苹果差价，你赚的是标准。标准不是贴出来的，是赔出来的。今年不卖给梁德海，我们先按果径和糖度分3档，1级做预售，2级走社区团购，加工果找果干厂。冷库呢？货车呢？客户退货的钱呢？你嘴里都是路，我手里只有这1园子果。爸，你就愿意被他压一辈子？我是不愿意看你再输一次，你在城里输一次，回来还想让我陪你输第2次。我在城里不是输，是不愿意把坏果放出去。那你现在连好果都放不出去。建民，想好了没有？今晚装车，明天进库。周爷，果子不是 PPT， 今天不签，3天后果子软了，糖度再高也只能进加工厂。爸，再给我1天，1天之后呢？果子烂了，你拿什么赔？我赔。你赔得起钱，赔得起脸吗？谁让你翻这个的？你10年前自己卖过。那年我也觉得，凭啥一辈子让梁德海说价？我找人印箱子，找车发货，结果路上压坏一半，客户退货，赔了8700。你妈那年冬天一件新衣服没买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干啥？告诉你，你爸也做过梦，后来摔醒了。还没折腾够？
丑样要覆盖不同数位，阳面、阴面、上层、下层都要取。A03糖度14.4，果净77。这数字真的假的？仪器在这儿，你可以自己测。糖度高不代表能卖精品，客户看的是到手品质，不是你地头的数值。那就从地头数值开始做。自然果釉可接受。哼，以前果锈就是次果，现在还能接受了。锈果在城里叫自然纹，所以咱们不能在地头先把自己贬了。周爷，标准不是写出来的，是赔出来的。那就从今天开始赔清楚。哼，行。谁按你的标准卖，以后我的冷库不收了。在我这儿卖的，检测公开，分级公开，售后公开。这是我的方案，统一检测，统一分级，统一包装，售后按比例承担。你这写的好看，冷库呢？可以在镇上先租。货车呢？客户退货呢？售后备用金先从销售额里扣。你听听，钱还没挣，先扣一遍。梁德海至少现款现结。我们欠梁老板农资钱，今年不卖给他，明年化肥谁赊？哼，你有糖度计，我有冷库，果子最后还不是被我收了？建民，还是你懂日子怎么过。爸，你知道他怎么算的，还卖？知道，可这筐果今天卖了，明天就有钱。跟着你，明天只有风险。你就准备一辈子这么忍？我忍，是为了你上学，为了你妈看病，为了这个家没断过一天饭。那这次连我来丢。哼，果子可不认父子情。这是山湾苹果，今天不顾事，讲标准。果净76，糖度14.4，按我们的标准是2级果，不当精品卖。分级不是为了卖贵，是为了不骗你们。接下来的2个小时，我继续展示苹果分级表、采样记录，最后买了43单，43单救果园，还不够我输1车油钱。这就是你说的渠道？这是第一批客户，我爸没有说话，转身回了屋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订单数从43跳到52，又跳到68，再跳到103。虽然订单有了，但我知道冷库问题还没解决。卖了300多单，不是好事吗？果子采下来不进冷库，今天糖度好，等到客户手里就不一定有这个糖度了。以前也没进过冷库，以前卖给梁德海，坏果是他承担，所以他压价。现在我们自己卖，坏果就是我们赔。镇上冷库1碗2000，押金5000，第一批包装要3600，加上人工至少12000。我没钱，油也不能拿去赌。车况一般，急用钱？对，抵押15000，3个月，逾期车就处理。你租一小间，又不是进药品，测这么细干啥？苹果不是铁块，温度乱了，客户收到的就是坏果。你把车抵押了？我把冷库租下来了。你这是拿最后一点退路去赌？这不是赌，是成本。
叔，他租了镇上的冷库，还把车压了。他真想玩，要不要让货车那边别接他的单？货车跑谁的货是货车自己的事儿。先看果面，再量果径，不要拽，拖住果柄转下来，碰伤的单独放。摘个苹果，让你整得像进场一样。我摘一辈子苹果了，还用你教？放到明天，坏不坏，不用我说。这个今天看不出来，明天就从这里坏。这个2级，这果面这么好，怎么是2级？果径差2毫米，不能进1级。这种纸箱抗压不够，那就先发禁区，远区等新纸箱到了再发。客户下了单，你怎么还挑着发？路程越远，箱体渗压越久，先把风险低的发出去。发走了，发走了。希望你能成吧。箱子压坏了，苹果碰伤，客服在吗？收到有坏果，申请退款。我就说不靠谱，这下赔不少钱吧？就是梁老板收了就收了，哪有这么多事儿？看看供应链专家翻车了，苹果没卖成，退款先来了。现在咋办？这次包装抗压不足，遇冷也不够，都赔了。这批赔，我认。都坏成这样了，还分啥？有用吗？外面坏，不代表里面差。果心正常，糖度测试仍有13.9，品质没垮，是交付垮了。目前还是有很多问题，包装抗压、采摘碰伤、遇冷不足、物流中转过久。不过这不是客户挑剔，是我们没把路上的风险算进去。问题也不在果子，是箱子的问题，得重新定制箱子。那不还是要花钱？不花这个钱，就得花赔付的钱。卖个苹果，至于这么麻烦吗？哼！你现在才像真正做供应链的人。包装抗压不足，已退款；碰伤果补发，远区延迟，建议退款。你这么赔，能剩啥？剩信誉。从明天开始，采摘、分级、装箱分3个区，果不能直接倒筐，要上分拣台。多一道工，多一个人，人工谁出？碰伤率降下来，赔付就少，人工从赔付里省。你说的都对，就是费事儿。爸，台子不平，什么标准都白搭。你说的那个碰伤，台子窄了，果一滚就掉。这个台子能少赔不少钱。切，少拍马屁，赶紧睡觉，明天还要干活。叔，这老头也跟着他折腾了，昨天夜里在改分拣台。去问问纸箱厂，他订的那批抗压箱能不能先缓缓？明白。你这点量单独做抗压箱不划算。这是上一批赔付，箱子便宜了，但售后贵。你卖苹果不是写论文的。
四角加固，箱内分层，果不互相压。第一批只做300个，单价可以高一点。你这箱子比苹果还讲究。客户收到的是箱子里的苹果，不是地里的苹果。这箱子得多花不少钱吧？每箱多1.2块。1.2块，那不得亏死啊！坏果少赔2块就是赚。厚是厚，就是贵。贵的是箱子，省的是信誉。从今天开始，采摘后先预冷，1级果、2级果分开装，每箱贴批次码，谁混装，谁这批不发货。都是一个村的果，都是分那么细干啥？客户不认识你是谁，只认识山湾苹果4个字。叔，他还真做箱子了。箱子能防压，防不了人心急。不用那么多表，不用那么多码，山湾苹果就是甜。今天直播间比某些人便宜30%，比周野便宜？那买这个，周野卖的也太贵了吧？有些人卖的是苹果，有些人卖的是 PPT。同村的苹果为什么你贵，别人便宜30%？你是不是也在割韭菜？便宜可以，但你要问3件事：糖度多少，坏了谁赔，批次能不能查。1级果14.5以上，2级果13.8以上，低于这个我们不当鲜食高标卖。别听那些复杂的，今天我接大单，价格打到底。涛哥，这么低，挑过来不及。客户要便宜，不是要你写论文。大家抓紧下单，明天就能发货。您有新订单，近期实处理。你不跟价，跟低价，我现在就输；跟标准，还有机会。低价都让梁小涛抢走了，你这标准要是没人买，不还是白搭？有人复购了，第一笔复购。复购是啥？上次坏果补发收到了，这次给父母买。第一次买是信一回，第二次买是认你。卖出去1次不算本事，坏了有人赔，赔了还愿意再买才算。这客户真不傻，你们敢认错，我敢再买。甜，不加入就试一筐。那筐果不是我放的啊，可能是风吹来的。按规矩，先检测。自己村里人干嘛查这么细？糖度14.1，果径76。这还2级？我这果不比你爸家的差。这个碰伤不能进鲜食标准箱，只能单独标低价。你到底是不是帮我卖？怎么也压我的价？梁德海压价是标准只对他有利，我们立标准是所有人都一样。老三啊，你别不乐意，他也这么卡我家的。2级果按2级卖，低标果不混装，可以做试吃加工或者做低价福利单，不能当精品发。真是麻烦，麻烦才值钱。陈三叔也拿果去试了，他家今年的冷库名额排后面。他那批果采下来了，放不了2天。想学新规矩，就先尝尝旧规矩的门。什么？名额满了？满了就是满了，找别人吧。冷库不收我的果了，你说咋办？再这么堆着，明天坏果率会升。你就说能不能救？能撑2天，但不是长久办法。把苹果分层摆放，不能堆太高。
风从这边进，那边出，中间不能堵，把冰瓶放在通风口旁边，再把温度计挂上。就这也叫冷库？这叫临时预冷，能争时间，不能造奇迹。每2小时计一次，超过20摄氏度，开另一侧通风口。好。陈老三那批果保住了？只能保2天。2天，在果子熟的时候就是命。今晚这批货我接不了，你找别人吧。定是梁德海在卡车。今晚发不走，明天客户骂谁？骂我还是骂你？今晚不发，超时就得赔付。爸，我来想办法。想办法也得先搬到路口。办法不是坐着想出来的。直跑镇口也行。对，先到分拨站，我加钱。我知道贵。今晚必须走。这条路远，但能赶上凌晨分拣。那就分3段，村口到镇口，镇口到县城，县城进分拨。绕这么大一圈，还有钱赚吗？今晚赚不了钱，今晚赚准时。A01上冷鲜车 ，A02走面包车，只发禁区。陈三叔那批先到镇口预冷点儿。爸，别搬了，少废话，扫你的码。爸，累脱了，先送卫生院。你先坐一下。如果我不折腾，他今晚不会倒。你爸不是被你拖来的，他是自己走到果香边的。爸，果子发走了吗？发走了。A01到县城了 ，A02进分条了。别光看手机，物流到哪儿，果子坏没坏，客户骂没骂，都得记。10年前我就没记，我只知道赔钱，不知道赔在哪儿。爸，那次不是你一个人错，错就是错。果子到了客户手里烂了，就是咱的错。这次别让他只剩一张赔钱单。你爸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他问果子发走没有，不是问我累不累。我算了一晚上，卖给梁德海是省心，拿现钱。可这几年肥料涨，人工涨，果价却没涨。去年我家毛收入看着不少，刨掉成本根本就不挣钱。你这边是麻烦，扣包装、扣售后、扣冷库，可剩下的比梁德海给的高。真的假的？我自己的账还能假？这是市卖协议，谁想卖的都可以，但按标准来，入库检测、分级装箱、售后供单，坏果原因查清楚，谁的问题谁认。先拿我家300斤试。三叔，签了就不能混装了。我知道，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叔，陈三叔真跟周爷干了。陈老三最会算账，他动了，别人就会跟着算。那咋办？让村委开会。这个村不能让一个刚回来的娃改了规矩。我不是不让大家多卖钱，可果子不是从树上摘下来就能到客户嘴里。冷库要钱，货车要钱，市场变动是要人扛的。哪年冰雹之后，是谁把半村烂果拉走的？哪年市场掉价，又是谁先垫钱给你们买肥料？这是10年收购原价，县很低，几乎平着走，城市零售价区间，县明显高出一截。还有今年市卖坏果、获咬率与复购率，梁老板承担过风险，所以他赚钱合理。可合理赚钱不等于定价权永远归他。周爷，你说的好听，万一合作社卖不出去，村民找谁？找表，哪一批、哪一箱、哪一部坏的，按表认。表能挡市场吗？市场崩价的时候，你拿表给果农发钱吗？所以我没说不用你。梁老板有卤库，有车，有档口，这些都是服务能力。可服务能力
不该变成压价能力。我不懂供应链，我就懂账本。以前我为了省心，可省到一年比一年穷。现在虽然麻烦点儿，但我想试。哼，你以为几张表就能改掉10年的路？路不是一下改的，先让人看见岔路在哪儿。愿意试的，今天登记。先说清楚，合作社不保证所有果都卖高价，只保证按标准卖对价。第一，入库先检测；第二，1级、2级加工果分开；第三，每箱贴批次码；第四，售后按原因分单；第五，低标果不能混进高标箱。偷偷装几个进去能咋？低标果不混能卖给谁？客户不认识你家果，只认识山湾苹果，混一次坏的是所有人的牌子。我家的也这么分。能不能先不交低标果？进合作社先交标准，不是先交好果。人家连亲爹都卡，你就别想走后门了。说，他们真挂了合作社的牌子？哼，牌子挂上容易，牌子砸了更容易。这家不是最便宜，但分级是真清楚，坏果赔付也写得明白。那么多单，接呀，这不就是钱吗？这回真成了。冷库容量不够，分拣速度不足。怎么超了？最多接1/3。有钱不赚，你是不是傻？梁德海那边一车一车收，你这订单送上门还不要？今天全接，明天坏果率翻倍，后天售后会爆掉，再过3天就没人信山湾了。那测评视频白火了。火得越快，死的也越快。他们不敢接的单，我接，都是山湾苹果，谁买谁知道。涛哥，量太大，挑不过来。挑不过来就别挑那么细，客户等的是发货。不是看你写档案。昨天那么多订单，你一按停，少赚多少钱？订单数量过多，分拣会乱，预冷会不足，包装会漏检，售后会爆。那就多找几个人。人多不等于标准稳，新手分级，错一次就是1箱售后。第一次坏果率就是这么上来的。以前梁德海说咱们没标准，咱们认了10年，现在刚有点标准，自己就先乱。差2毫米就别装1级，少卖这点钱比砸牌子强。建民，你现在比周野还狠。我赔过，知道砸了牌子是什么滋味。这个有碰伤你还装？放底下，客户看不见。先发出去，售后再说。说是山湾苹果，怎么一箱一个样？山湾苹果翻车，我就说便宜没好货，是不是测评博主收钱了？农产品有点差异正常，山湾苹果就是这种原生态。这是原生态还是烂？你们和周野是一家的吗？是不是都一样的货？都是山湾果，谁家能保证每个都一样？你们山湾苹果到底是不是都这样？是不是你们也混装？追溯码有什么用？他卖的烂货骂到咱头上来了。先别骂，先证明不是一批货。先扫梁小涛那箱，再扫合作社那箱。你们这苹果还建档？不是建档，是负责。以后客户骂人也能骂到具体哪筐了。能骂到具体哪筐，才知道哪筐该改。山湾苹果不是一句话，是一套标准，没有批次，没有分级，没有售后，不代表合作社货。这个清楚，扫码能看到分级员。第一次见苹果这么追溯，小产地能稳定供货吗？能不能稳定，得谈。但至少他们知道自己在卖什么。我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城市采购商要来谈长期合作了。今天不要乱，人来不一定是下单，是看咱们能不能长期稳定。知道，
别上来就把人吓跑。收购价上调，现款现结，我自带快检，当场出结果，不用包装，不用等售后。愿意卖的，现在装车。合作社回款慢，规矩还多，梁老板这价也涨了。我不让你们冒险，果子给我，钱马上到手。老陈，你最会算账，现钱在这儿。梁老板，第一次见你主动提价，市场变了，价格当然也得变。不是市场变了，是果农有选择了。我可以按你们现在的分级价收，比以前高。你们不用管包装，不用管售后，不用管客户骂不骂。条件呢？货归我，怎么卖归我。那定价权还是你手里。周爷，你别把我说的像占便宜。冷库电费、货车油钱、市场掉价、坏果损耗，这些你现在尝过了吧？尝过。那你就该知道，我压价不是拍脑袋，我得给风险留口子。所以我没说你不能赚钱。你有冷库，有车，有档口，这些是服务，服务可以收费，公开收费，但果价不能再由你一个人定。你让我给你们打工？不是打工，是转型。你知道我干了20年收购，靠什么活吗？靠别人没选择。表越多，错越多，你迟早会知道，人管不住表，表也管不住人。如果3个月稳定供货，你们能做到多少量？有多少我们供多少。有。连续3个月稳定供货。周先生，这个量你们接得下吗？每周2次发货，坏果率控制在2.5%之内，批次追溯完整。这要是签了，今年全村都能缓口气。签呀，还等啥？你像梁德海1年都给不了这个价。我们要的是稳定，不是一次性爆单。能，山湾果多的是。不，山湾果是多，但符合我们1级和2级鲜食标准的恐怕不够。差多少？差一半。外村果也差不多，收点进来不就够了？贴山湾箱子，客户又看不出来。你们能把外村果纳入追溯吗？现在不能。那就先别写那么细，第1年做生意哪能样样都齐？写不细就不能贴山湾标准箱。哼，你这不是死脑筋吗？外村果又不是坏果。周爷，咱们不是造假，是先把合同吃下来，等有钱了，明年再补冷库补标准。这句话确实有道理，但是叔，他们吃不下这个量，要么混货，要么砍单，哪条都难看。生意做到最后，难的不是没订单，是有订单不敢接。有钱不赚吗？赚快钱最容易，守住钱的来路最难。你自己看，这果差很多吗？糖度13.4，果径76毫米，外观接近，糖度偏低。最大问题不是这个，是没有过程记录。客户吃的是苹果，又不是吃记录。贴了这个码，客户扫出来的是山湾村的果园，可不认识是谁的。那就别扫那么细。周爷，我不是想砸牌子，我就是想问一句，咱们今年要是错过这个合同，明年还有没有机会？我家肥料钱还欠着，村里好几户都欠着。你说守标准，我们认。可标准能不能让我们今年先活下来？像不像好果？像，不等像是。那年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差不多能发，结果到了客户手里就差很多。这批不能进山湾标准线，又不是毒果烂果，凭啥不能进？你就问你一句话，到底进还是不进？我承认混道有风险，可这合同要是砍一半，少赚的钱谁补？10年前，我就是想着差不多，箱子差不多，路程差不多，果子差不多，最后客户收到不是差不多，是差很多。以前标准在人家手里，人家说咱们是次果，咱就认了。现在标准刚回到自己手里，第1年就自己砸吗？这是父亲第一次在所有人面前比我还坚定地维护标准。混进去，今天能多赚，明天客户扫了码，吃到不一样的果，骂的是山湾苹果，不是哪一家。这张单子我藏了10年，不是给你们看的，是提醒我自己别再骗自己。
砍，只接我们能保证的量。你们把供货量砍了一半。我们目前只能稳定保证这个量，剩下的等明年种植记录和标准线扩起来再谈。你们敢砍单，我才敢长期合作。我见过太多产地，第一年为了吃大单什么都敢混，你们能说不够，比说都能做更可信。这一刀砍得我肉疼，疼说明肉还在自己身上。叔，他们真签了。能长期合同是最好的，但冷库容量仍是最大问题。镇上临时冷库撑不了长期合同，温控记录不稳定，采购商后期会卡。最优方案还是梁德海的冷库。还找他？他以前压咱们10年。他压价是因为定价权在他手里，冷库本身没有错。能扛风险的人不该踢出去，但不能再让他定价。仓储费用公开，运输费用公开，温控记录共享，不得参与果品分级与定价。哼，这还不是跟之前一样，让我给你们打工？是让冷库按冷库赚钱，货车按货车赚钱。我干收购20年，靠的是判断行情，你让我只收服务费？德海，行情你还可以判断，但不能用你的判断压我们没选择。冷库、货车、工人，这些都是我多年攒下来的东西。你们以为我这些年容易？市场跌的时候，果烂在库里，骂的是我；车堵在路上，亏的是我；客户退货，赔的是我。所以服务费该给，风险该算，合同里都写了。但果价按公开分级走，你不能再用冷库决定谁的果值多少钱。你爸比你聪明，他知道风险最后总得有人扛，那就把风险写进合同里，别压进果价里。叔，咱真成给他们看库的了。看库也能赚钱，就是没以前那么好拿捏人了。我家这一批糖度14.7，果净80，能进1级吧？预冷记录呢？在这儿，别想卡我。合格。今年你们赢了，不是赢你，是终于不用求你定价了。这话比赢我还狠。按2级算，别想白拿。以前看梁德海车走是怕他不回来，现在看车走是等客户再下单。今年的果甜，以前也甜，只是没人按甜的价收。以后别光看糖度，还得看人。人要是不守标准，糖度再高也白搭。明年你们要从采摘标准往种植标准走了。今年只是让客户知道我们是谁，明年要让果子从树上就有标准。